Hello， 欢迎大家回到最新一期的温存生活体验医美工作人员下集。今天要带你去看整个疗程的过程。走。嗨，你好，你好。哇，今天真的是可以来看看你工作的状况。可以啊，可以啊。可以给我们观众介绍一下温存生活的朋友，大家好，我是 Dina， 我是注射护士，现在在 Anti-Aging Vancouver Medical Laser Clinic 做医美已经5年了。哇，我们来这边就可以非常的安心的把自己全部交给你。嗯，是的，专业的，因为其实脸就算他现在还不完美，但我们也不能乱找人。其实我觉得很多人不敢，就是因为觉得万一弄坏怎么办？万一人家不小心，万一人家不卫生，万一感染发炎怎么办？是的，这个是非常要一个严格的一个操作规程，然后需要有专业的人士来做。所以我们今天要跟着 Dina 去了解几个项目。对，我们现在要去看。我今天有一个客人呢是要做一个童颜针的项目哈，我们使用的产品呢就是叫童颜针。童颜针呢它是一种刺激胶原蛋白的一种物质，注射到你身体里面之后呢，你自己身体会长胶原蛋白，长出来的是你自己的东西。正常来讲呢 ，Sculpture 就是会注射在太阳穴部位、侧面的苹果肌，还有轮廓的部位，包括下颌线都是非常好的。做童颜针的臀部的填充也是非常的多的。我去询问过，它不会把你的臀部变成像 Kim Kardashian 那种，但是它可以把你的臀部变成维密的臀部。现在有什么样的人是不适合打这些的吗？有正在准备怀孕或者是有宝宝的，正在哺乳期的哈，我们不建议来做。还有一些呢对利多卡因过敏的，如果有一些免疫系统疾病的，我们是不建议他做的。我们现在已经准备好了，那我们真正到房间里面去给病人做注射。好，走。Hello 上 ，Hello， 我们今天要给上操作的就是刚才我提到的一个童颜针的操作和一个玻尿酸注射。李晶可以看一下，这有一个表浅的纹在这里呢，所以我会用玻尿酸注射的时候呢是用表浅注射。同时呢，我们要给上做的呢也是一个肉毒的注射，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就是很强壮的皱纹。那我们今天呢就是用肉毒来处理一下这个眉间纹和抬头纹，来抬一下眉，好，抬头纹。所以怕痛的观众是不是都可以事先敷麻药？可以选择敷或不敷吗？可以。其实我给上已经敷过麻药了，在这之前，我们对病人是很好的，就一定要敷麻药的。对。还有另外一个服务哦，希望你紧张可以握我们的手啊。完全不紧张。哇，不承认这么多小小的句子。首先第一步呢，我们做的肯定是要做一个消毒的工作哈。下面呢，我们做一个面部的一个设计。那我建议客人打完以后不要干嘛吗？In general 来讲 ，Sculpture 和所有的肉毒这些操作完之后呢，都不要喝酒，不要做剧烈运动。今天晚上哈，就不要去洗桑拿、热桑拿，真的不要刺激血液循环，因为它会加速这个亲子的可能性。肉毒做完之后，不要4到6小时不要平躺。注射前，比如说我要先做好什么准备再来，先把钱存好。上，你今天带了多少钱来啊？Sculpture 的看起来呢，就是那种有一点点浑浊的液体，这个就是里面有 Sculpture 在里面，然后要 mix 的非常均匀才可以哈。好，不会那么 smooth， 因为它有 acne scar， 还是会紧张，会紧张对啊。那我想问啊，现在来做医美，尤其是这种微整形的，男性跟女性的比例是什么呀？大概20%是男性，80%是女性。现在做的就是 filler 哈，1、2、3，就是这样。我们现在就是给病人冰敷一下，这样可以避免淤青的产生和出血的产生。1、2、3，不会特别痛哈，有一点点压力的感觉，就是这样。那我想问，肉毒会多久看到效果？肉毒呢，大概是3天到1周开始起效，2周到药效高峰。Sculpture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回家之后有一个5-5-5原则，要按摩1天至少5次，一次至少5分钟，然后连续5天。这个就超级自然，而且瞬间就觉得，确实就是年轻，我自己都觉得年轻。是吧？我真的是很喜
好，不客气，医生，你喜欢就好，好吧？我们刚刚看了好多注射的疗程，相信大家已经非常了解了。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去做你的脸。这个就是我们的水飞梭视频的药水，都有不同的功能。第一个步骤呢，我们就是要去那个角质，软化角质，去角质，再选择它用的 peeling， 就是去那个洗皮啦。做完所有的清洁过后，最后一瓶就是补水精华，最后它还有后面有一个瓶子。哦，它的脏东西全部都会到那里去了。等一下来看你的宝贝到底有多多。先就是去我们的去洗皮層哈，然後咧我就會做一個呢個咁樣嘅提拉嘅動作啦。那我想問 Janice 啊，我有聽過很多人說，哦，他做完水飛梭，然後反而就爆痘。这是正常的吗？也是会有这个反应的，因为呢，我们先把老化的角质层去掉嘛，其实它是把它根深的底层的东西也是会有清洁出来的过程。你感觉怎么样呢？很舒服哎，我没有听你们说话，我快睡着了。请睡。好吧，敲晕你。好，现在呢换第二种的探头啦，有一点果酸，涂在特别的 T 松的位置，因为 T 松的位置一般来说皮层呢跟那个分布的比较油分比较多嘛。真的好多步骤，就是清得很仔细。所以我就是说，它那个水飞梭是另外一个层次的清洁。开始做那个综合，果酸的那个综合，偷打他有可能也不知道，打一下他，哎，猜猜是谁打的？我现在已经不睡了，对啊，所以那个脏的已经结束了。哎，那我想帮那个观众问一下，大家应该很想要来医美诊所上班，就是会觉得说，我们是不是来这里上班以后就可以免费享受这些疗程？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是这样吗？一般来讲呢，我们都当然可以有一点优惠啦。discount 一定是有，对但也不是说对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对。其实它一点都不太脏，可以看看哈。这是他的宝贝呀！然后我就帮他擦一点保养品啊。刚才做了水飞梭，感觉脸非常的干净。要不是他们刚刚他们聊天，我都要快睡着了。有没有觉得还不错？Jessica，然后今天呢，比尔做了，已经他做飞手做完了，然后我们就可以都留下去变美美了。好期待哟！听说我会得到一个新的太阳穴。表情其实跟上有点像。我的天哪，非常 OK 哎，你可以的呀。哎呀，那我问一下蒂娜，你们做这个行业要持续的去进修，比如说再去拿一些新的牌照啊、课程啊什么的吗？确实是需要的，因为在 BC 省只有医生和护士可以做这个注射，还有呢，牙医是可以做肉毒的，是不可以做玻尿酸填充的。我们毕业之后拿了 license 之后呢，是一定要再去进修一下这个所有的医美项的一个注射。有没有化妆？不要，我要付出那个太阳粉。哇，做完了。补一点妆。所以本来在这边做 treatment， 你们都会有提供这项服务的吗？对的，很贴心的。而且你皮肤太干净了，刷子都滑走了，滑下来了。好，那今天参观了一整天，你们应该也学到了不少有关医美的知识。想让你们给观众朋友3个建议，怎么样去挑选一个好的医美诊所？我觉得还是一定要本人亲自来一趟医美诊所做咨询，然后还有品牌的东西，我觉得也要
搞清楚。我觉得呢，我觉得也要去找一下他们的医师是不是真的是合格的医师。那像刚才我们在做的时候，Janice 有提到，其实很多东西每一个就算是执行的不需要医生都还是要去批准的。我觉得这个让我觉得对，会安心很多。而且我觉得做很多东西，像不管是注射类啊，或者是任何什么机器油啊、雷射什么的，这些都是要考牌照，不是说任何一个人不是穿漂亮就可以来。对，都可以去帮你做这些事情。对我们说的对吗 ，Cindy？非常对。你过关了吗？可以吗？过关吗？我也过关吗？那我们可以拿奖品吗？刚刚做完真的是太舒服了，我觉得今天是我工作到现在最欢乐的一天。好，那我让你欢乐到底，今天你就当大老板。是的，小黄麻烦你了。小黄让你舒舒服服的。我可以休息一下吗？好，那我帮他调个灯，让他睡得舒服一点。这个气氛也太好了吧！这个很不错。这个对我这种长腿姐姐来说非常的合适啊。这是头等舱那种吗？对。让他睡觉。那我们就谢谢我们今天的赞助商 Mercedes-Benz Richmond 赞助我们这么舒服的 S580，还有可爱的衣服赞助商 Quarters。我们回家喽。